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是火力早报时间。乌克兰首次用无人艇击中俄潜艇，北约武装苏瓦乌基走廊。乌克兰安全局通报，其联合海军使用 C Baby 无人艇绕过新罗西斯克的防御，击中一艘俄罗斯瓦尔沙维扬卡级潜艇，导致该潜艇严重受损，无法服役。这是乌方首次报告此类攻击。在此之前，无人艇从未摧毁过潜艇，更别说是在严密防守的港口。United 的24报道，该潜艇携带卡利布巡航导弹发射器，此前长期用于打击乌城市及基础设施，估值约4亿美元。受国际制裁影响，替代成本或升至5亿美元。这是乌军第2次摧毁俄潜艇。2023年9月，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被无导弹摧毁。被炸的不只是俄罗斯潜艇。在过去1周，乌无人机3次袭击俄里海油田平台。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里海海上石油生产平台，这已经是第3次了。本次袭击之前，乌克兰无人机已先后袭击菲拉诺夫斯基以及科尔恰金油田的相关设施，二者均由卢克石油运营。其中，菲拉诺夫斯基油田是俄罗斯在里海最大的石油项目之一，估计储量约为 1.29 亿吨，天然气储量约为300亿立方米。北约武装苏瓦乌基走廊应对俄威胁。立陶宛国家国防委员会批准，在苏瓦乌基走廊的卡普恰米埃斯蒂斯地区新建一处旅级军事训练场，以加强本国及北约在该关键侧翼的安全。苏瓦乌基走廊连接立陶宛与波兰2国，毗邻白俄罗斯，被视为地区敏感安全区，其防御是立陶宛、波兰及北约的优先事项。同时，立陶宛议会还批准将陶拉盖训练场规模扩大1倍。总统顾问表示，项目将提升军事战备及盟军存在。此前，当地曾有反对声音，目前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最终决策预计明年春季实施。赔款贷款新进展，俄罗斯被冻结资产保不住了。欧盟关键峰会前夕，德国发出警告称，拒绝支持通过冻结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赔款贷款的欧盟国家，可能面临贷款成本上升及信用评级下调。该计划规模达2460亿美元，德国是坚定支持者，而比利时等国明确反对，认为此举可能被视为没收资产，加剧金融风险。意大利、保加利亚等国则呼吁关注替代融资模式。欧盟委员会提出联合发债等备选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下周峰会对保障乌克兰未来财政需求至关重要。欧洲提议和平框架下为乌设多国部队。欧盟领导层及德、法、英等10个欧洲国家发布联合声明，提出在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的框架下，为乌克兰提供一系列安全、军事及经济支持，包括组建乌克兰多国部队。该部队将在美欧协调下协助乌克兰恢复战力，保障空海安全，同时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停火监测机制。声明承诺为乌提供重建资源，强调俄罗斯需赔偿战争损失，并重申支持乌加入欧盟。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